哇！哇，真的很扯哇，幸好这个不可置信的表情，太赞了吧！大男孩的秘密基地，太厉害了！现在眼睛一直看，一直看。喂，哎呦，今天就是什么啊？来，先好讲，玩具人夏季员工旅游。对，这就是员工旅游了吗？你是不是没有来过玩具人员工旅游呢？我们今天不是来工作的吗？先好，想问一下，今年是什么年？兔年吧。还有嘞，玩具人都要11还是12年？今年呢是我们这个任天堂40周年，那我们这次呢就来到高雄，听说啊，高雄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复古电玩收藏家，我们想说在这个茫茫人海，看可不可以找到这个人。会不会好巧不巧就让我们遇到呢？不要搞这套，对不对？玩具人可以去你家系列吗？先来问23号，你觉得这个人应该会长什么样子？如果是老电玩收藏的话，应该是很有资历的样子。那千豪觉得是什么样子？应该就是爸爸的样子。千豪，嘿，我好像看到一个人蛮有机会的。我也看到了，他那个衣服很像任天堂的那个，要不要去问一下？等一下看起来蛮有爸爸的样子。好，你去问一下。这边不好意思，你好，那个我们是玩具人，想问大哥现在方便接受采访吗？不需要吧，不要。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想要来高雄，然后找一个电玩收藏很厉害的收藏家。然后我们刚刚看这个衣服，就有一点透露出这个味道。想说，如果你方便 OK 的话，简单的访问一下。好吧，那我带你去看我小小的空间好了。哇！哇，真的很扯哎！千豪这个不可置信的表情，太赞了吧！大男孩的秘密基地，太厉害了！现在眼睛一直看，一直看。目前的话，应该30年，从爸妈留下来的东西到现在，然后之后出社会就一路买下来。会接触是因为老爸以前也会玩电玩，被他感染，对，慢慢看到一些不错的、比较限定的东西，就想要去收集。我那个时候18岁，刚好看到那个未来频道有一个节目在报道那个日本的那个收藏家，让我有点惊艳到。后来才慢慢翻找一些原文杂志，原来日本有蛮多收藏家，因为就喜欢的原因，觉得从小到大都有留还蛮多游戏跟主机，想说那就来收一些我曾经没有买过，或者以前我没有能力去买的，想要把它早买回来。它这个全民的那个棒球，它其实从1989年就开始有，后来到1990，红白机它出到94之后，它超任还是有继续出，到 Switch 现在还是有。那它这个塑胶盒跟纸盒的有什么差别？它这个系列来讲的话，是因为它不是再版，它有一些是本来它就是出这种卡带盒。以拿鲁克系列，我应该全齐的吧？它有包含这个系列《原平讨魔传》的卡带，然后还有一些棋盘。其实它底下还有一张卡片，摊开之后有点像一张大富翁那样，你就可以在上面玩。它这个系列啊，纸盒还有一个备售物，然后另外就是这一款。这一套系列最贵的有价值10万块的，都是这5片，因为它当初先出纸盒的，然后后来它再版又出硬盒。这一阵子看日拍，随便这一块猫猪老鼠就要1-2万块了。最经典的就是小精灵、小蜜蜂嘛。然后这个应该大家都以前在红白机有上玩过，这个蛮好玩的。它蛮多经典的，像它这个网球的话，你们以前在红白机那种盒卡里面就有了。
然后最早的真女神转身就在这里。说到这个花牌，刚好前一个老玩家他退坑送我，他说蛮有纪念价值。之前在法国的那个收花牌的博物馆，我看到他有一个一模一样挂在他那个刚好门口前面。这个也是当初老任天堂那个时候店里面花牌的招牌。之前资讯不透明嘛，有很多管道都是要透过店家老板他自己本身在日本帮我们代购，不像现在网络很发达，他就会觉得这东西就很冷门，你干嘛要买？让你打退堂鼓，不让你去买这些东西。要订我们就写机号，或者是说一些讯息给他，他们就会去找。像他有跟爱华音响，他就有出可以插 MD 的卡带，甚至它上面的那个 CD， 它 CD 的游戏就是那一种，那个 Mega CD。这台啊，我前阵子在那个日拍啊，标到台币27万。那我觉得这台机器很特别的地方是，它不需要透过电视的声音，它是透过它手提音响的喇叭去放出它本身游戏的内容的声音。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这一台是真的花很多钱去存买回来的。底下没有这个底座竟然比主机还贵，因为它底下这个主机它是可以玩 Game Boy 卡带或者 GBA， 你把它插上去，它电视之后它就可以玩了。它贵的原因是因为这台已经很稀有，然后这个周边会买的人当时也不多，当时是要去日本国际牌的直营门市去跟他们预购买到这一台。好 ，OK， 套件是我后来慢慢在收的过程中，我也发现每一个历代其实都有一台卡拉 OK 的机器，像 Sega 这一台也是卡拉 OK， 那个时候也是从日本搬回来的。它其实主机是 Saturn， 然后它可以接 Internet， 官方比如说有放一些新歌，它就会发送过来，就会把那个歌单放送到它这一台特约店的机器里面。上面这一台就是那个 LD 嘛，它换套件也是从那边换，它就是可以玩 PC Engine 跟ND。LD 的主机你要先买，然后你还要再买它的个体套件，因为我目前4款我都收齐了。除了 MD 跟他要戴 3D 眼镜去看 LD 的游戏，然后就可以玩这样子。日本的电器大厂曾经都有跟很多游戏大厂合作，这里有一台，这个其实就是那个日本 JVC 公司当初跟 Sega 也是有合作。要保存到能够开机都能正常玩，还是非常困难。还是要3不5时去热机去玩它。这种年代已久的东西难免啊，它电阻零件会坏，所以都还是要特别去照顾。在平常收藏的时候，一整台机器买进来，你会希望它是完完整整，说明书啊，还是原厂的线啊，什么那些都一定要有吗？因为其实台湾的卖家还蛮会拍的啦，不管在每个角度，或者是说在说明书当初的保护卡都有。同捆版的话，可能会有送模型啊，或者说像有一些里面有一些配件，有一些东西细节就是要注意。这台的话，其实就是超任电视啊 ，SF1， 当初是跟那个夏普做联名合作。我当初收这一台是20寸，收的这一台比较完整，因为它当初店头展示的那个夏普门市啊，它就会有这一个新制品的那一个贴纸。我那时候也把那个它柜子带回来这样子，当然就可以放主机啊，或者是说历代的一些 N64都可以。夏普的手把。那有什么很特别的收藏的经验吗？我觉得收的最辛苦应该是当初收 PS 有一个 Sega 怀旧系列，它是2500系列，就是日币2500。那个时候因为在 PS2 在出的时候，它就已经有让收藏家要去做收藏，他就给你一个收藏盒，然后这个收藏盒它其实是里面一个活页夹，你每一个游戏呢，你把它打开之后，第一片是梦幻时期，它里面除了说明书，它就会送这种精美的这种介绍卡，就放在这个书签里面，就是第一款游戏，然后它每一个都有编号。我觉得收这个最辛苦是你每一片都要把它买起来，现在真的不好找了。有时候收游戏是好像在收漫画，要一本一本慢慢这样看下来。因为当时其实 Sega 它敌不过 PS2， 它就把 Sega 的所有它历代的大型电玩、知名的一些大作，它全部都把它移植过来 PS2。他会去把它的典故基本上去介绍。这摩洛哥这个 GPR 也是早期的日本大型电玩，可能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它也是做一个这个游戏，它当初机台的介绍，然后当初的那个开发人员都在里面，稍微简介介绍一下。当初难买是为什么？就是回锅游戏，炒冷饭游戏，并不是每个玩家都会去买。那现
像这样子这么丰富的收藏，老婆那边有没有什么想法？他知道说这东西有价值，但是卖一定是要找有缘的人。我刚好在30几岁就捡到蛮多大家退课，像我女儿她一玩就会不想要放手，不管她玩的有没有过关，但是她就是会不放弃的精神。爸爸是很希望女儿对这些东西有兴趣。当然啦，希望他们也知道说这个东西以前都是宝。像如果是要带女儿玩的话，是推荐她从哪一款游戏开始入门？当然还是超级玛丽啊。起初我有让她去玩那游戏，她还兴趣缺缺。前阵子刚好有电影版，看完电影之后，对她有产生好奇，就觉得这个超级玛丽欧就是我的偶像。有没有一款游戏是觉得一定要回去体验一下？有一个之前在 PC 安全应该大型电玩遗址的游戏，《三国志》的那个吞食天地。哇，那个绝对要玩。一代哦，卡普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快打旋风之前，这个游戏就已经很厉害了。家用平台它只有移植在 PC Engine 上面。它主要好玩的地方是因为它要集气才可以一直过关斩将，因为在这里卡普空的动作游戏它算是超级经典。现阶段很想要的游戏或者是主机，可是还没有入手。像那个夏普的希望，算是一台怀旧圣物。我记得我小时候大约6、7岁的时候，楼下邻居他们家就有一台，记忆非常深刻，因为红白机长这样子，它就卡带插在这个电视机上，然后手把插在这两个部，日本叫夏普希望，台湾是森宝代理。那我现在比较想要台湾的版本，现在最稀有的应该就20寸的那一台。介绍一下那个古老电玩公仔。这个社团其实蛮多怀旧回忆的一些玩家聚集的一个社团。我也是这2年才刚加入这个社团，发现说好多同好，然后看到这些都感动。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后来发现收藏很多宝物，我想说不定时就一些，让后者知道说早期爸妈那年代有很多这种很稀奇的东西都从来没看过。收藏电玩对你的意义就是一个回忆，一个圆梦啊，因为就是从小到大最喜欢的东西。我最早还没有接触任天堂的时候，是我妈最早买。早期有一台叫做阿鲁4，它其实就是 Sega 的第2代的那个主机，最早接触的第一台游戏机。像我在买的习惯都是不可能就是这样一套完整，因为像日本人他们有一些那种个人卖家，他们有时候是单卖那一台主机，我就想说把它再找齐好了，再买手把，再把键盘把它买起来。像身后那一台 Sega 的那个 Sega 电脑，它在那个 Mega MD 里面，我是觉得它是也是一平级啊，因为主要大家可能都会玩这些早期的主机嘛，这是第1代。第2代，它最早出的那个 Mega MD 啊，它先出16bit 的卡带，它后来因为大家要听 PC Engine 那个时候的光碟，所以它后来又出了一台 Mega CD， 所以它1代的主机它做的比较粗犷一点，它其实就是主机，然后加它的 CD ROM。组合起来就这样子。后来它有出无线套件，插上去之后装电池就可以无线。另外它后来又出了2代的主机，它就是出平价版，它组合起来就是这样子，实体机就在这里。对，这架子也不是说我特别找谁定做，它其实当初在 Sega 某一年的夏天，它有去买卡带去做一个抽奖活动，它只有限量2000米，设计的不错，是因为它底下是有轮子，它可以放主机。其实它基本上它是可以1代、2代、Game Gear， 就是那种掌上型的主机都可以放。旁边这个就算它的配件，是可以放手把。对，对，它手把也是可以放。哇，是可以组成那个 MD 卡。对 ，MD 卡，对。这一台也是它有那个音速小子的它的 logo， 它上面有 Sega 的那个，它也是很特别，它也是算抽奖的，它比较限量，它只有1000米这样子。这只手表也是当初它在办跟这个主题柜还有这只手表去做一个联名抽奖，它也是限量的。它的柜子下面就是可以放一些游戏片或一些手把周边都可以。初代版的 Game Gear 就长这样子，带一台这个啊，然后玩音速小子很威风，你知道吗？比 Game Boy 还威风，因为早期的彩色的掌机没有很多，就算后来 Game Boy Color， 它那个也没多 Color。Sega 其实后来还有做随身听，它是这边可以插卡带，一样也可以玩那个
CD 龙的游戏片，后面还可以装电池。平常它就是一台随身听，声音其实它是要接耳机。后面身后这一台啊，因为跟 Gear 比较后期，那个时候 MD 它也有出这种彩色的卡带插上去，背面再装个电池盒。它后期还有出一个锂电池，你就可以带着走。早期的掌机特别厚重，这2台都美版的，日规没有，为那个外国人设计的。这是某一年可口可乐抽奖品，当时它有限定抽1000名，然后上面就可口可乐，整台都红色的。然后那个时候他怕玩家抽到主机，他还很不错，还送一个专属的可乐小子的游戏。ND 就这些比较厉害的机型，最后压轴就是这一台 Sega 的电脑。当初它是跟 IBM 合作，主机是 IBM 的，电脑萤幕也是 IBM 设计的。Sega 只是把软体跟它的游戏机做结合，然后它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一台电脑，可以玩磁片做文书处理之外，它还可以另外再接另外一台电视。早期的双萤幕，因为它是 monitor， 所以它会比一般的电视解析度会比较细腻一点。这一台其实就当时的日币，他们当地的售价就已经快要7万块日。推出来的话，它总共有3个系列，我是买最高阶的那一款。我先介绍这一款游戏，会觉得为什么这个游戏是哈德森？哈德森曾经有跟任天堂合作，他把任天堂的马里奥联名去让这一台夏普 X1 去做一个游戏的搭配，因为它是吃磁片的，唯一的磁片的马里奥，这个磁片是要对应这一台夏普的 X1。它这台主机卖点就是它可以玩超级玛丽兄弟，这台主机也是算 PC Engine 的电脑主机，可以插这个 PC Engine 的那个 HU 卡。它的电脑的标配其实当时就这样一套，因为我想说当初要把它完整性，就干脆就把 X1 所有系列把它收起这样子。再来就是这一台神路，因为早期这一台官方是没有完全在店头上放出来卖的，其实官方有卖啦，只是说那个时候定价将近快20万，因为当初是开发人员或一些设计师做游戏后置的时候，最终他们在做调校的时候，就是会用这台去做最终的测试。很多玩家会觉得它是梦幻一品，是因为它主机藏在里面，直接就是 RGB 了，所以它画面非常的清楚，色彩的调协度什么都还蛮饱和的。大家应该有玩过冒险岛哈，那个高桥名人哈德森创立的时候，高桥名人有帮他做一个形象代言，后面就有一个哈德森的 logo。这个是那个 PC Engine 啊，当初这片游戏叫《机甲战士》，台湾是这样翻啊。这片游戏其实在日本当时很有名，它是一个射击游戏，当时是比分数最快的时间拿到最高的分数。那因为那个时候是全日本全国比赛，当时参加奖就是一片这个游戏，它其实是一个非卖品。这一块是因为它当时是优胜，就是有一块卡带之后再一个奖牌，很多玩家也都想要去收。前年我看到它的银牌已经标快40万，买的时候蛮便宜的啦。有一个应该算意大利人，他专门都在收 PC Engine， 他自己有开一个博物馆。他看到我 po 这一张啊，他出1万块美金要跟我买。另外再介绍这一款呢，我也觉得很特别。PC Engine 它当初也是有做吸带型的萤幕，然后它可以这样直接玩。这超像什么军用品的？对，30几年前的黑科技。这个也是做掌机，这个我有改机啦，早期萤幕没有这么大。我原先的那个机子它边光膜有老化，所以我有把它换大萤幕，所以它解析度比较好。款真的很经典，真的可以让那个所有人都玩玩看。对，就是这新的游戏。另外中间这个任天堂，因为它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收这一个招牌。当时的加盟店是，既然要做任天堂当时那个红白机的店头，它就是一定要签约，然后就是500万的签约金，基本配备就是一个海报，加盟店的招牌，代表说我这一家就是官方授权的专卖店，也会给你一个金色的那个招牌。小卖店上面都有很多柱子，他们就会放1-2只。这一台其实就是Sony 在还没有任天堂的时候啊，其实 Sony 就已经开始有出游戏机了，只是有很多人不太知道，它这个系列叫做那个 MSX 啊，它当初是搭配这一台电视。LG 的这个是什么？后期它有出最后一款的 CRT， 它把它做成复古版，很多人也在找这一台电视机，上面还有2只天线，很可爱，我没有把它装上去啊。这个也是有历史的哈，它就是你可以接电视。
式，它其实就是这一款游戏，打砖块吗？有点类似。它好像6关，它就是你可以调这个关卡，6关3、5、7球数量，比如说关卡你要第1关就这一关，第6关的话就这一关，然后你开电源之后，直接就这样玩这样子。这一道墙就 ND 墙，所有 Mega ND 的卡带，早期其实魂斗罗也有在 ND 上面，那这一片现在也是算蛮高价的卡。另外恶魔城也是。恶魔城也是很经典。Sega 最经典的就是忍者系列的，真的是很完整。早期有在大型电玩那种世界末日、魔界村，是一个手把破坏游戏。对，这个是魔法气泡吧？对。哇，它好漂亮！第1代魔法气泡的女主角，这个到现在都还有在出新的。然后这个救急之虎啊，就是以前那个直升机，大型电玩也是有移植的。红白机有那个战场之狼，它在 Sega MD 也有，它出2代。快海旋风好像走到哪都有。好奇那个时候的 NBA 封面人物会是谁？33号哦，公牛队皮盆啊。上面那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大型电玩，大家很爱玩的。对，那个卡普空的呢？这后来出的，它就是双摇杆接一个 HDMI 到电视机，历代的所有卡普空游戏都有。这边的是 PC Engine， 还有 PC Engine， 像刚刚那个拿姆科系列这边也是都有。哈德森系列啊，因为它总共有61款，那个时候都有收齐。PC Engine 我有600多款游戏，每一个系列都摆一下。有没有发现夏普一直都有跟很多平台合作？早期啊，任天堂不是有磁铁机吗？因为夏普它把它做成双胞胎，就是上面可以插卡带，底下又可以插磁碟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任天堂它那个时候出一台机器，它特别的是，因为它还有2套周边，它就是对应2个套组周边一款游戏。你在这个手把操作的时候，机器人会去抓那些周边起来，你就是用控制器去操作这台机器，算以前的黑科技。任天堂以前的黑科技，它有一个 VR， 它也是一个头罩式的眼镜，配合它的游戏片，也是在红白机那一段时间。那时候他们就做 VR 了。对，30几年就有这东西了。以前的黑科技还有出3D 眼镜，是的，当时的3D 眼镜啊要配这一只，就是手把，这个手把大家看。赛博朋克。对，你的手是套进去，然后在那边玩。看过很多人有，但不知道怎么玩。它还有出录音机吗？录音机，任天堂录音机的版本。有一个超稀有的是，刚刚有说到磁碟机嘛，有做很多游戏的比赛。那个时候有一款叫 F1 赛车，早期它是你拿这一块磁碟片去它专属的任天堂特门店哈，你打的游戏的记录要跟他换一块蓝色的磁碟片回家玩，然后这时候你的记录就会载进去那一台机器里面，全国会去比评分，然后这时候没有得名次的，就是一个安慰奖，有这一套文具组。文具组其实在以前这样算也很精致，然后每一个都有任天堂的 logo。如果说前100名啊，就有这种金卡、金色磁碟片。对，真的太帅了，真的很夸张。对，这一款是那个钢弹系列的游戏的比赛。另外这个是那个马里奥的那个明星高尔夫的，也是有参加得到名次的奖项。另外这个就是那个马里奥水管马里奥的，这个真的好爽哦。冠军一定是得来不易，所以任天堂一定是给他们很好的奖，就会有一台特制的 Game Watch 的那个掌机，太赞了，给玩家做一个特别的殊荣。接下来介绍这一台温泉机，会买这一台的原因有故事哦。在27、8岁的时候，跟家人去日本玩的时候，我记得我去的那一家是当地最老的温泉饭店，刚好那温泉饭店那柜台房间的钥匙之外，他还给我们一把玩这个温泉机的钥匙啊，因为我想说那时候的一个记忆点，然后那时候想要收一台这个，然后刚好有收到它一大整套基本的周边投币箱，然后再来就是旅馆里面它馆内的一些手册，当时那个手册游戏都有介绍，连让光线枪打鸭子，教你怎么使用怎么玩，它这边都有介绍。那个时候还有去收招牌，它当时也是放在那个机器上面旁边让客人游玩啊。后期它超任也有出这种业务机，今天没有摆出来。我为什么会说这一台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我们高雄有一个叫做盐城区有叫地下街，那时候我就有看到地下街有这种电玩，我那时候看到这个之后，从小到大就是觉得说
我一定要想办法要把它弄进来一台。这一台的外形又跟一般的不一样。我当初也是想说把它当桌子啊，一个又可以当投币式电玩来玩。来介绍这一只小金人，就是冠军的奖杯，在那个任天堂跟日本东京电视台有举办一个像是那种争霸战这样子。那个时候最火红的应该就是那个任天堂大乱斗节目中去做比赛，当时这个奖杯就是最终最后一周的总决赛，这个也是非卖品。大家应该都知道 GBA 吧？当初啊那个 Mini Marco， 然后这个也是迷你系列。现在特别的是，因为它当初它有一个抽奖，然后这个也是限量，好像也是1000名。哇，好可爱哦，真的很可爱。然后这个是任天堂红白机的测试版，其实它就是一台 GBA 的 SP， 然后它这样是长这样子。就跟它原本的这一台卖的就刚好是一套。我觉得它这个系列我都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任天堂满20周年，它的经典卡带一个系列，实体片一个系列，然后它的那个红的游戏它做一个系列。你如果是任天堂会员的话，它要去做一个抽选，然后它会给你这个配送箱的盒子，对，给你一个收藏盒。然后这收藏盒啊，就是还蛮美的，就是各种这样子，太酷了！这是他们死掉的时候，对啊，它只有送你这个收藏盒，你每一款游戏都要把它镶进去。做这些收藏的东西啊，都特别用心，尤其在天堂很会做这一招，超级会，然后真的很夸张，真的很夸张哎。那个任天堂俱乐部的那个，哇，好可爱！哦，它经典的游戏都收录在里面。但它这个就是磁碟的，当然 GBA 的卡带可以玩，啊，迷你系列也可以玩，啊，它只是把它外盒做成磁碟片。这一套一直让我记忆。鸡皮疙瘩，真的。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很幸福，觉得有够漂亮。然后那时候要去做抽奖，然后抽奖它就是有这两个，一个是机器人大战跟那个力钢弹，这两个是非卖品，这也是抽奖，所以要收这整套要完全完整，要有宅配箱，要有30款加这2款抽奖品，然后抽奖品一个是2000名，一个是3000名。有没有一个觉得蛮有故事的一个收藏？这辈子记忆非常深的，应该就是跟爸爸的回忆。在几年前爸妈都不在的时候，因为这个房子要我去整理嘛，刚好有在床底下我找到我小时候的那个游戏机，那个游戏机保存的蛮好的，它让我有点落泪。爸妈虽然不在，小时候的东西还留着这样子。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常会念他说什么都要留，什么都要收，现在都觉得这留下来都是宝物。今天真的很谢谢李亚哥让我们来这边打扰，就是看到你这些梦幻的收藏，这样就到这边差不多。好，谢谢，谢谢。那我们就走吧。好，拜拜，拜拜，那个拜拜。I'm not here to criticize the risk. All I am is a friend, your friend till the end. All I am is a friend, your friend till the end. 那我们今天去采访那个李大哥，其实可以看到他收的东西非常非常多，而且我们只是看到一小部分，他很多东西其实都展示不出来。认真可以说是冰山一角，因为他是想要他那个空间可以展示各种类的东西，电玩主机或是游戏都好。那他可能还有很多都是同一类，可是收的很齐全的就没有摆出来。对，而且因为我们在采访的时间上可能稍微比较赶一点，李大哥抽空来跟我们分享。那希望我们之后呢，还可以跟各位玩具人介绍更多这种各式各样的收藏。最潮尾鱼之拜拜，莲池潭，大家跟我一起动。